美国国防部长比特·海格塞斯曾经在电视上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：如果中美开战，美国派10艘航母上场，20分钟后全得玩完。谁是 Pete Hegseth？1980年，他出生在明尼苏达州一个普通家庭，家里父母都是老师，书架上全是历史和政治书。小时候他就对国际大事感兴趣，后来考进普林斯顿大学学政治学，再到哈佛深造，脑子显然不差。毕业后，他没走寻常路，直接加入了陆军国民警卫队，跑去伊拉克和阿富汗打过仗，还拿过铜星勋章。这履历让他有了实战经验，也让他对军事问题有自己的看法。退役后，他转行去了福克斯新闻当军事分析师，靠着犀利的评论和军人背景，很快就成了明星主持人。2024年，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，直接提名他当国防部长。这提名一出，有人叫好，说他懂军事，能带来新风气；也有人摇头，觉得他没干过高层管理，资历不够。不管咋样，2025年初，参议院通过了他的任命，他就这么坐上了五角大楼的头把交椅。他很冷静地说，兵棋推演里，美国从来没赢过，10艘航母上去，20分钟就得被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干掉。高超音速导弹速度快得离谱，通常超过5倍音速，有的甚至能到10倍音速以上。中国这几年在这方面确实下了大功夫。2019年国庆阅兵，东风17正式亮相，后来又传出测试成功的消息。这导弹射程据说能到2500公里以上，速度快到每秒几公里，关键还能变轨，传统雷达和防空系统很难跟得上。更狠的是，它能装常规弹头，也能装核弹头，灵活性很强。美国这边也不是没关注，中国搞了一次高超音速武器的环球飞行测试，美国军方直接炸毛了。五角大楼的报告里说，这东西改变了游戏规则，它太快了，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短得可怜。假设一枚导弹从中国沿海发射，打到西太平洋的美军航母，算下来可能就10来分钟的事儿。比特·海格塞斯说的20分钟，可能还留了点余量。中国还有个杀手锏叫饱和攻击，啥意思呢？就是不靠1、2枚导弹，而是几十枚、上百枚一起上，把你的防御系统直接淹没。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做过模拟，说中国如果用几十枚东风系列导弹打航母编队，命中率可能高达80%以上。美国航母真那么脆弱吗？美国11艘核动力航母，个个都是海上巨无霸，带上护航的驱逐舰、巡洋舰、潜艇，组成航母战斗群，战斗力爆表。冷战时期，这玩意儿就是美国全球霸权的象征，谁见了都得触3分。但问题是，时代变了，航母再牛也是大目标，跑得还不快，顶多30多节。面对高超音速导弹这种新威胁，它的防御真有点跟不上。航母战斗群有宙斯盾系统，能拦截普通导弹，但高超音速导弹速度太快，变轨又灵活，宙斯盾的反应时间和拦截成功率都得打问号。美国海军自己也做过测试，2020年一份报告里提到，现有反导系统对高超音速武器的拦截率不到50%，这还是理想情况下的数据。更麻烦的是，航母跑不了，一旦被锁定，几分钟内就被砸成筛子。比特·海格塞斯说，10艘航母20分钟全灭，假设中国集中火力，几十枚甚至上百枚导弹齐射，理论上不是不可能。美国国防部一份机密评估就警告过，航母在面对中国导弹时生存能力堪忧，这跟他的说法挺吻合。作为后任国防部长，他这话有2层意思：一是对内敲警钟，告诉美国军方和老百姓，别老觉得自己天下第一，中国这几年发展快得吓人，他们得赶紧补短板；二是对外放信号，尤其是给中国看，意思是我们知道你的厉害，但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。这话在美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，军方这边五角大楼开了好几场会，研究中国导弹到底有多大威胁。他上任后直接拍板搞了个高超音速防御计划，砸了几十亿美金研发新拦截技术，还让航母加装电子战装备，升级反导系统。这动作不可谓不大，可见他真把这威胁当回事。但问题也来了，研发新武器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美国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还卡在试验阶段，进度比中国慢了好几拍。航母改造也费钱费力，国会那帮人还老掐预算，海格塞斯推改革，估计得头疼一阵子。更别提老百姓的反应，有人觉得他务实，有人骂他唱衰美国，网上吵得不可开交。中国官方没直接怼他，国防部发言人就说了一句：“中国致力于和平，但有能力自卫”，语气很克制。中国在台岛附近搞了个大演习，军舰战机全出动，外界都觉得这是对海格塞斯言论的一种回应。更大的影响在战略层面，海格塞斯这话让大家意识到，高超音速武器的普及可能会彻底改变海战规则。
航母这老大哥地位不保，未来战争可能更依赖导弹、无人机，甚至太空武器。各国都得重新调整军费和战略，全球军备竞赛估计得再升一级。未来咋办？比特海格塞斯这番话扔出去，短期看是把中美关系搞得更紧张了。美国加征关税，中国回守军演，双方你来我往，谁也不服谁。他上任后推的改革能不能扭转局面，现在还不好说。高超音速防御系统要是搞成了，美国海军还能保住老大地位；要是搞砸了，他的预言说不定真会应验。长远看，这事儿提醒了所有人，科技在军事里的作用越来越大，谁掌握了新武器，谁就可能占上风。美国和中国在这场较量里，谁能笑到最后，没人知道。中美贸易战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，美国给中国加征关税已经高达125%。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，已经不单单是钱的问题了，而是贸易战、关税战。两个国家有没有可能因为关税问题而发生热战，这不得而知。但如果中美真的开战，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如何呢？美国国防部部长比特·海格塞斯就中美开战进行过谈论，他直言道：如果美国的10艘航母对上中国，20分钟之后，美军会全灭。众所周知，航母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。那么，比特·海格塞斯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航母没有信心呢？还是说中国有什么更重量级的武器？从航母数量上，美国的航母数量是占有优势的。美国海军拥有12艘航母，而中国海军只拥有3艘航母。美国海军的12艘当中，包括10艘现役的尼米兹级航母，1艘福特号，1艘预计2025年服役的肯尼迪号。而中国的3艘航母，包括辽宁舰、山东舰、福建舰，前2艘已经服役，福建舰预计2025年下半年就能海试完成。在两国航母固定翼作战飞机的搭载数量上，中国和美国也有较大差距。中国3艘航母加起来的舰载机搭载能力在155架，美国的能高达960架。排水量上，美国也远超中国。美国12艘航母满载排水量120万吨，中国的在21万吨左右。除此之外，美国的部分航母还参加过伊拉克战争、第2次世界大战等等，可以说作战经验丰富。而中国的第1艘航母迄今为止也就12年。美国的福特级航母采用的是电磁弹射技术，虽然中国福建舰也是采用电磁弹射技术，但是在舰载机的出动效率上，相较于美国来说，还是有一定的限制。美国的制造实力毋庸置疑，但是近些年来，由于对下一代战舰研制速度缓慢，加上制造业的衰退，美国航母的建造速度远不如之前。反观中国，一直在不断的研发创新，主战舰艇越来越多。既然美国的航母比中国的航母优势有这么多，为什么美国国防部部长比特·海格塞斯还说，如果10艘航母对抗中国，20分钟后全灭？只因中国这一利器。中国致力于和平，但也有能力自卫。这句话形容现在的中国相当贴切。中国已经不是之前那个靠着人力、靠着步枪跟国外突击枪战斗的时候了。在中国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，我国的科技实力在世界排名靠前。而让美国国防部部长感到害怕的，正是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。高超音速导弹的最大速度超过5马赫。中国的这款导弹除了在速度上的优势之外，还通过了极端耐高温测试，在高空和低空之间灵活变换，行动轨迹也难以预测。据悉，中国的高超音速空空导弹已经进入了最终的测试阶段。如果能够测试成功，在战争当中，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一种威胁。然而，高超音速导弹并不是中国最先开始研发的，而是美国。在那个时候，美国有一种构想，那就是研发一种射程远、威力大、速度快，1个小时能打遍全世界的导弹。于是，就有了来自马丁公司的高超音速导弹。美国的这款导弹研究成功了，并且2次飞行试射也都成功了。紧接着，俄罗斯也研发出了他们的高超音速导弹。俄罗斯这款导弹打击距离达到2000千米，速度在10马赫左右，而俄罗斯的这款高超音速导弹的性能已经超过了美国。除此之外，像法国、日本等等也研发出了该导弹。所以说，拥有高超音速导弹已经不是某一个国家独有的优势，反而如果一个国家能在这个导弹上的性能达到极致，那才是最厉害的地方。做到极致的国家正是中国。海格塞斯之所以觉得20分钟美军就能全军覆没，是因为在一系列的兵器推演当中，美国都没有战胜过中国。而且海格塞斯本人也非常赞同一句话，那就是中国的海军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海军。美国五角大楼的报告中说，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改变了游戏规则，况且这个导弹的目标主要就是航母。如果一枚高超音速导弹从中国的沿海地区
发射到美国航母身上，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。这10几分钟，美国的传统雷达和防御系统还很难察觉到，中国的导弹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到达航母身上了。即使雷达发现了，中国的导弹还能变轨，灵活性很强。就算美国让自己的航母跑得再快一点，但航母怎么说也是个庞然大物，最快每小时也就60千米了，怎么也比不上导弹的速度快。美国知道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速度之快，所以在航母的反导系统上试图提高拦截率，但在2020年的报告当中显示，拦截率不到一半。中国并不是一个喜欢跟其他国家发生战争的国家，尤其是发生热战。一旦发生热战，首当其冲的解放军战士会牺牲不少，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。这么多年，中国一直致力于和平，致力于和其他国家共赢，但合作共赢的道理，美国一直没有明白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和中国有过贸易往来的，哪个不说中国的好？但这一次，美国的贸易战直指中国，取消了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税，唯独对中国的关税加征到125%，针对的已经相当明显了。不过，中国的反制措施也来得相当之快，从美国群众的游行、打包五角大楼的电话、超市的物资被一抢而空，就可见美国群众对关税的不满。现在的美国除了研发拦截技术、升级反导系统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安抚好自己国家的百姓，也不要跟其他国家结下这么大的梁子，要不然到时候受伤的还是他们自己。